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立法委员陈亭妃，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敏凤，大家好；时事评论黄云洲老师，大家晚安；右边为你邀请到立法委员岳元之，大家好；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接下来会不会有2个大场面呢？好，一个大场面是什么？有关3张门票说，那对国民党来讲的话，那国民党虽然一直也告诉你否认，然后甚或胡说八道都出来了，但是真正的动作会是什么呢？好，媒体传出来的动作是，国民党主席郑丽媛已经正式请律师发函，请媒体在礼拜5 12号以前下架这篇报道。那媒体会下架吗？而这所有这些事情，那未来又会是什么样一个发展？会不会影响到2026、2028呢？好，另外一个场面也在礼拜5 12号，礼拜5。什么事呢？助理费除罪化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对所有的工会来讲，到目前为止200多位的助理联署，大概占立委的办公室大概有70几位立委的办公室的助理都有人联署。好，那但除了这个以外，如果是大家在沟通上面来讲的话，那在这个礼拜5媒体上报道，那工会助理是不是会去，包括到立法院？会跟立法院陈情，然后跟陈玉珍委员谈，就是助理跟他们的老板要去说不要过这个法案 ，OK？ 那立法院大概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连上一夫上工在立法院这么多年都很期待看看这会是什么样一个场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好，那包括陈玉珍委员是怎么讲到这一段的？那各阵营媒体上报道。蓝绿白是不是都有委员叫助理不要签？类似像这样有吗？白银被传出来一个委员刘淑彬委员，他今天也接受媒体的访问，他是怎么说的？来，助理工会当然有他们自己的诉求考量哦，所以我欢迎助理工会来跟我讨论哦，请他们工会来讨论哦，不必透过什么媒体放话啊，或者是什么抗争啊，政治抗争。所以助理工会如果真的有心帮助理同仁争取权益，那就坐下来讨论，来跟我们讨论。我觉得我们主席的意见是相当重要，毕竟是我们这个党的这个最高领导嘛，哈，让主席知道到底现在什么过程吧，哈。那但是当然党团自主一向是这个各个党团都是一样这样的风格啊，这样的模式在进行啊。因为我们也知道。助理的属于术语呢，助理呢他自己是，比如说对啊，助理呢是自己是一个助理，他本身呢，尤其是公费公用哦，绝对是最重要的事情啦。那公费公用就是现在目前的立法院也是采取这个方式就非常好啊。那尤其是本身我们在。民众党目前的一个态度也是说，绝对是支持公费公用，那这个是绝对没有退缩的立场。来，任俊，从刚刚前面陈玉珍委员直接讲，工会来啊，大家来沟通啊。好，包括你说在节目里面这些讨论，都是整个社会沟通的一环。那这整件事情。到了工会好，大家我这样讲嘛，大家都在等礼拜5那个大场面。从来没看过有助理去围自己的老板，然后跟老板说拜托你们不要签吧这些。到目前为止，如果照媒体的报道的话，大概75个立委的办公室的助理都有下去联署，252位，所有这一切挡得住这个法案吗？这个我虽然跑新闻没有上公酒哦，但我也蛮期待看到这种场面的。因为你会发现到这整个件事情最荒谬的哦，从傅崐萁开始讲，傅崐萁说这是一个进步的法案，因为太多以前这个助理嘛都背负了这种污名所以这个法案的推动呢是为了让助理呢，哇，以后对不对，不要再搞这些事了。就你觉得最奇怪的是，这个法案一推出来要提案了哦，要这样，结果你们口中所谓要照顾的助理跟你说我不要这个法案。然后提案的跟你讲说，你可以表达你的意见哦，这是你的权利，但提案也是我的权利啊。如果你们有意见的话，你们来跟我沟通，不是你们在讲什么啊？我提这个法案不就是应该，我是基于你们的立场来提，按照他们的讲法嘛。所以我真的必须讲哦，就我们的这个文字的博大精深，在立法院哦，真的是用到这个淋漓尽致啊。以前讲国会改革，大家以为是改革国会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结果没有想到改革居然是把对立法委员不利的东西改掉。这一次叫做助理费的除罪化，我也反对这个名词啊。为什么？你没讲清楚，很多人以为是助理费，是助理除罪，不是。不是嘛？这明明就是立法委员跟民意代表的除罪化嘛。我一个一个讲哦。陈玉珍今天说什么？他说呢，因为过往这个分界上面大家都有这个不清楚的地方，所以呢有好多人都误触法网。
这个五哥是大律师啊，什么叫误触法网？是我根本不知道这条是犯法的，我不小心碰触到了，你还可以解释叫做这个误触法网嘛，对不对？我不知情嘛，你还可以诉求一下说，我根本不知道这个违法的。从过往到现在，所有涉及助理费啊，你告诉我哪一个是误触法网？大家都知道不能够用人头来领，大家都知道不可以灌薪水到别人头上去。所有人会不知道这个规定吗？你是明着硬着固定这样子干，今天可以转成叫做误触法网。第二个是刚刚那个结结巴巴的那位立委哦，我实在不太知道，原来除了麦玉珍之外，还有一位教授级的，原来面对到大家的质疑也可以支吾的。他是政治学教授吗？啊，他是东吴大学的政治系的前主任。今天林楚英证实这件事，因为他是他们系上的。我就问一件事，一样大律师在这，他说他们党叫做公款公用，公费公用，公费公用，这句话合理吗？黄珊也是这样说的哦，对他们都是这样说的，但政府的预算是只有公款公用或公费公用吗？不是吧？应该有个东西叫做公款法用吧？什么叫做法用？在我界定的规范之下，任何一项科职务我编列的预算，我就必须执行在这个项目下。我不可以把它东挪西挪。立法院不都在审这个吗？你们每年审完预算之后，不是都在看执行率吗？哪一个政府部门可以跟你讲说，我今天不好意思哦，我虽然在这项执行不多，但我把钱转去别的地方了，所以我执行率其实达到了。请问立法委员能不能接受？立法委员现在在1.25兆的特别预售那个特别军购里面，要求行政院还要求你们应该把所有的细项拿出来，你们要买什么武器，你们要干嘛，你们要讲清楚。行政院可以跟你讲一句，不好意思，委员，我们公款公用啦，我们就是拿去买武器，至于买什么你不要管，因为我们不用凭单据核销。立法委员可以接受这种事吗？为什么这笔钱到了立法院里面去之后，居然可以把它欧量谁都变成叫做公款公用？公款公用呢在哪里呢？就是我刚刚提到那些刻意去移转助理费、刻意拿人头去登记的这一些人，每次只要被起诉之后，就哭着脸去跟检察官求情，去跟法官求情说对不起啦，因为我婚丧喜庆跑太多，我的钱真的是不够用，所以我逼得我呢必须偷偷摸摸找人头来当助理，然后把钱转出来，用这种大水库理论试图去说服我支出的大于我 A 来的。我们法界对于民意代表，老实讲都特别的宽容。每次只要用这种方式的时候，都会网开一面。好啦，不然就减轻一点啦，不然就缓刑啦，不然就干嘛的。但是对不起，还是犯法啊。我们今天试图透过一个国会的改革，让国会走向这个正常的运作，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心心念念，大家在争取啊，既然是说把那个钱这样你们以前说我们这样子搞会犯法，那干脆把那个法给修掉，我们从此不犯法。杀人犯也可以这样干啊，他也可以去找立委请托啊。杀人为什么有罪？立委都可以 A 钱无罪了，为什么杀人有罪？其他的也可以这样干，诈骗也可以这样说啊。我就是不懂啊，我误触法网嘛。那这样子把法修掉，因为我不知道提供人头账户出去。那马防部那60几个也可以这样讲我误触法网，我不知道原来提供人头账户有罪啊。赶快立法委员帮我们修法。陈玉珍你也是离岛的立委，帮我们修法。陈雪生帮我们修法。不，这合理吗？这完全不合理。你知道那个75间吧？刚刚讲说这个75、6间的这个75个委员对，那已经超出了民进党的委员数了啊。那代表你国民党跟民众党也有立委的办公室的助理也去联署嘛。郑丽文今天居然被形塑成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完全搞不清楚状况的党主席昨天还有一个报道不知道这是在帮他洗还是怎样，说党内人士说这个案子是李乾龙在负责推动。郑丽文知道的时候呢，他也表示反对。昨天还有一个报道今天到了陈玉洲口中的是，可能主席都不知道这件事情，说我要去跟他报道。这件事情吵了几天了，郑丽文到今天为止还搞不清楚状况。这是国民党自己讲的郑丽文完全搞不清楚。如果国民党反对，党主席反对，你克制不了你的立委说，这个案子真的对国民党会有伤。让他党团自主党团自主，对不对？这就是另外一个人更厉害了，叫韩国瑜。韩国瑜昨天也发表了他的看法，我看媒体解说韩国瑜说话了，我要认真去看了，你知道吗？说他看到助理工会的声明，哇，他很有感觉。为什么？他第一个感觉一定要捍卫助理的工作权，这些东西合法的都一定要捍卫住，但是也尊重立委的提案权。那你跟我讲，你在搞什么？你们就是两面手法。因为很简单，韩国瑜现在身份虽然是立法院长，
他也是立委。当然，这个法修下去之后，韩国瑜适不适用？韩国瑜也适用哦。所以居然用这种刀切豆腐两面光，我讲实话，这就叫油嘴滑舌、卖弄文字啊！我一边助理的我都听到了对，我们要保障啊，但是立委我挡不了因为我们尊重他。不是啊，那你这有讲跟没讲不等于一样嘛？任俊，可不可以请问一下，你刚刚讲傅昆萁说这是进步法案我看了一下，因为公投盟有把那个提案的28位委员，提案人是陈玉珍嘛，联署的人其他27个，对，他们甚或连地方首长、潜在参选人大家都摆进去，傅昆萁不在这上头啊？是，傅昆萁不在，对，我们在场2位委员也不在，对，我就讲嘛。当时这一些有人质疑说陈玉珍是不是因为他自己不选了嘛？因为他公开讲嘛，他接下来可能要选县长嘛。对，所以他没有压力嘛不是啊，你提的不只是这个法案而已啊，还包括我们后面还会再谈你那个什么缓刑我们到时候我再来骂但我就讲，助理费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有争议？因为来自于立委的贪婪干那些事情的立委的贪婪你们不想拿自己的钱出来嘛？你们认为你们的薪水就是你们的嘛？所以你觉得你去跑婚丧喜庆去做选民服务，你认为应该国家给你钱，所以你才会觉得那笔钱你应该把它放到口袋里面。我就再问一下，这上面的这28个立委，哪一个不是有钱的要死？每个住的房子都比我们大，还有人窃占国土，这些人会没有钱吗？他今天认为说我今天跑婚丧喜庆，凭什么要我个人出钱？你就不要做民意代表嘛。这些人会没有钱吗？他今天认为说我今天跑婚丧喜庆，凭什么要我个人出钱？你就不要做民意代表嘛。你可以申请要求说，你要把这个所谓的比如说这个你们那个叫做什么选民服务费或什么的，我觉得名目上可以啊。助理费，刚刚那一位话都讲不清楚的教授，那一位委员讲到老师除罪，你们已经玩过一次了，会计法99之1条已经玩过一次了。特别费跟助理费是一样的东西吗？名目完全不同你硬把它拿来这边扯说那个老师当时也都除罪，我知道，因为你是老师，所以那时候99之1条你有受惠到。99之1我讲过，被称之为叫严宽恒那个严清标条款，现在这个又被人家说是严宽恒条款，我都替严家感到抱屈啊！怎么所有的东西骂名，怎么到最后都跟严家有关？严家应该出来反对，不是怎么弄到我身上？但我就讲，我们一个立法委员连名词都搞不清楚，连费用都搞不清楚，你审什么预算？乱七八糟。但因为刘淑敏委员是因为媒体上有报道说，是不是他对于助理签这个有一些的意见，然后当然媒体就会问他，民进党的8席委员在2月1号，如果照他们既定的行程的话，在2月1号以后可能会换现在的委员8个可能会换掉7个，其中唯一一个会继续留下来的。就是刘淑彬委员 ，OK， 那我只描述事实，好不好？不涉及到任何其他个人的一些的想法。但是如果民众党是照着既定行程走，那唯一会在2月1号留下来的就是刘淑彬委员 ，OK。那这个过程当中，媒体上面有报道，这整个有44个民进党立委的办公室助理联署，24个国民党委任办公室助理联署。5个民众党委任办公室跟2个立院党团，总共70个委员，然后252位助理联署。刚刚讲到，其实原主委员跟庭委委员都不在联署啦，或什么这上头，我就直接问颜真，对你们来讲，因为媒体上有报道说，有一些国民党青年派的立委，然后对于这个法案也期以为不可或什么些。你自己知道，第一个啦，你自己对这个案子的看法；第二个，你自己知道你们党里面的这些委员们现在大概的状态有分几派的看法吗？我们现在书记长对媒体的讲法是说，现在还在听各界意见那我是知道有一些联署的人他们也不见得，他们就认为说这个助理费的事情可以让大家来讨论，就是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事情。OK， 那至于说是不是要用这个版本，其实很多人也是不表认同啦。因为
这个700多万直接汇到立委的户头里面，当然这争议是非常大。可是为什么这个助理费有讨论必要？其实也不是只有国民党有版本，像陈玉这种版本啊，像明天司法委员会就是要讨论这件事情，民进党也有一个委员有一个版本，就是讨论那个助理制度化的。那民众党也说要有一个版本。那以我的立场来讲，就是说，我觉得如果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法律不明确的部分是可以讨论一下，像现在有关于有人涉入助理费案，司法见解不太一样。我举一个例子来讲，哈，像新北市就有一个汐止的民进党的市议员啊，他就被发现说用人头大概诈领了大概1300多万的助理费，然后他也被发现这个助理费有拿去支应一些私人用途。但是后来他一审，他这个贪污是无罪的，为什么呢？因为法院认为他的这个他诈领的钱呢，有去私聘一些助理，然后也有用在选民的身上，支出是大于他诈领的部分，可能就用这个大水库的理论啊，就说那他主观上难以认定他有贪污的意图，所以他贪污这部分就不成立，那是有判什么那个伪造文书之类的就对了，好，那后来缓刑了。但是同样的见解，严宽恒啊，严宽恒他是被认为说有用一个人头嘛，然后去诈领助理费。当然，严宽恒是认为说那个不是人头，那个是实际上做选民服务，这个有争点的哈。那但是我就大水库而言，严宽恒他也聘请了非常多的私人助理啊，他助理非常多啊，他花在地方钱应该不算少吧？为什么审判他的法官就不认为有大水库理论这件事情？所以确实就是出现同样的都是被认定有人头诈领助理费啊，为什么有的无罪啊，有的又有罪？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可以讨论。像什么党团干部会议的时候，其实也很多人反对啦。但我觉得说这个事情讨论，但是应该是不会用那个版本然后去强行通过啦。那大家可以就法条思考一下怎么样。可是没有想过这个一出来就会造成这么多的一些，因为那个光助理的反弹就很大。那就陈玉珍委员他提的嘛，那最后看是。我觉得大家还是会讨论，还是会修啦，还是会修啦。那就是这个问题，就希望大家可以重视。你看，因为也不是只有中央级的民代这个问题，之前不久前那个全国正部议长的那个联谊会的，他们也都一再拜托啊，就是希望能够针对这个事情，把这个更制度化，把它更制度化。所以如果照你刚刚讲，单以这个版本来讲，你个人是不赞成这个版本？我觉得把700多万汇到立委户头，确实不是很妥当。对，这样真的。会让人家觉得说好像这个，我也不想这样子啊，我觉得这样真的也很难处理。对啊。来，庭边，这感觉上好，那原则讲不出自肥这2个字了，因为到自己的户头，虽然有的委员一定还是会聘很多的助理去全部这样用，但是他就表示那些钱就是委员自己，我说实话我爱怎么用，所以这2天出现很多什么便当助理啦，什么志工啦，什么这些词什么都出来了，他会出现这样啊？你们的看法呢？我觉得国民党要解决一个问题，然后自己又挖另外一个问题出来。你光看他陈玉珍的这个提案，你把所有的助理费、把公费2个字拿掉，然后把钱分到这个立委的身上，变成他可以运用的款项，然后呢可以名正言顺变成私房钱。我认为这助理不会跳起来才怪。过去是我们每一笔助理费都是直接由立法院汇到助理身上。那你其实只要你像我像高虹安的案子是有回流嘛？是因为有回流，连这样子汇到助理费里面都有回流的。对。那如果要是全部都进了委员的户头呢？对。你要怎么跑出来？那他是不是可以就是变成说啊，我要请几个都可以？那其他就变成他可以私用。所有的公费助理介意的是在这一块。那请问未来这个过了，有多少人会没掏咯？很简单啊，一定做这人没掏咯。因为很多的这个委员就不用请那么多人啊。那不用请那么多人，那我们的问政品质可以到什么程度？我是就我们立法院，因为这个所提出来，你本来是说啊，这是历史工业，要解决历史工业。那请问你所谓的历史工业在哪里？你也要提出来啊。如果明天要讨论，你要讲出来，你今天提这个部分，你是要解决什么历史工业？
那大家坐下来谈嘛。不是啊，我看这个是，难怪所有人会不敢签啊。那个所有国民党的那个年轻的立委都拒签啊，也摆明了说，如果真的要用陈玉珍这个版本，他们是不同意的哦。他们压力大啊。陈玉珍不要害我们所有的立委又被骂名。哦，真的，你赶快，你说你要解决历史工业，而且最好笑的是，傅昆萁说的他是为公费助理好。对，这是进步法案。这是进步法案，我不知道进步在哪里。那请问我们现在由这个立法院直接汇给立委，这不是进步吗？那个立委的助理，这不是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制度吗？那为什么你要把它变成是直接汇给立委？这个才奇怪啊！这怎么会是进步法案呢？廷飞，原助文请教，你的办公室助理有没有去联署？我没有普查啦，但是我跟其中有一个助理有聊到这个事情，我有问他有没有签，他说他有签。OK， 对，那我就说，我好奇嘛，就是他为什么会想签？因为助理工会他们是怕自己的权益受损，我就问我助理说，那你觉得你的权益会受损吗？他说他不会啊，对，但是他觉得就是这个制度，这是制度很久以前的立委，好像是就是汇到户头里面，然后后来是助理工会争取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他认为啦，就是这样子会变成走回头路啦，那所以这个。我那个助理是基于这个原因去连的。OK， 对，前面的办公室助理我没有特别去问，因为为什么会问到这个？因为这次这个国民党发起的，包括提案跟联署，然后照媒体上报道的话，就是44个民进党的委员办公室，24个国民党的委员办公室。因为民进党的态度很清楚，就是觉得这个案子不能过，不能什么。当然，你说委员或民进党党团态度这样，不代表说你的助理就一定要跑去联署。至少你不会反对。对。可是前2天有一篇媒体的报道，《自由时报》一篇报道说，朝野有6个委员，甚或直接禁止他的助理去联署。朝野哦。前2天有一篇媒体的报道，《自由时报》一篇报道说，朝野有6个委员。甚或直接禁止他的助理去联署。朝野哦，朝那就一定有至少1个民进党的委员是这样。虽然钟嘉宾虽然他说民进党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可是《自由时报》写朝野啊，朝野就至少照逻辑讲，至少有1个民进党委员。我一直很想问，如果民进党态度是这样，助理工会的副理事长也证实有三党都有。对，好，那刚才将军刚才那位刘淑斌委员为什么会被问到？是因为媒体上讲说他不只是禁止助理，他还去骂助理，是吗？媒体这样报道，对，媒体这样报的，就是他去凶助理了，就叫他撤掉，叫他撤。他刚不是镜头上讲公款公用很好啊，这制度太棒了。那这是黄国昌也是这样讲，对啊。所以刘淑斌他的回应说没有这个事了。办公室对于自己的管理风格，他当时请对方好好思考，很多事情除了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外，还要考虑到一些前后的因果了。但讲的没有这么顺。他讲的有一点点 K 的，不是他就算讲这一段，虽然刚前面那个 K 的我们听了，对，你就忽略掉前面结巴那一段，就算后面这段跟他讲的这一段，将军您刚念的那段，麻烦你再念一次。大家可以看刘淑斌的回说，没有这个事，办公室有自己的管理风格，当时请对方好好的思考，很多的情况除了要表达自己的意见之外，还要考虑到有些前因后果。好啊，不是这个是如果是好的对的，就那个，或是你根本不在乎他签不签，你们要签就签。我干嘛叫你好好思考？黄一中，你想清楚了，前因后果你给我想清楚了，是不是？我不懂啊，所以为什么呢？那既然前面刚在媒体讲成这样，现在为什么要讲这些词呢？这些词我也不懂啊。第一个哈，我讲，如果理直气壮，不会结巴，真的啊，如果今天根本对的嘛，理直气壮不会结巴嘛，他为什么会结巴？那因为有点虚，你不应该去干涉到助理的，我要不要联署助理的事啊？我争取自己的权益，争取自己的工作权，本来就是他的权益啊。而且你们如果都这么赞成的话，如果你讲的这么漂亮，根本不会有传出来。应该刘淑斌是好啊，赶快去，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应该是这样嘛。所以我说
如果理直气壮，不会结巴，更不会紧张，而且更不会慌张。见到了记者，你的嚣张霸气呢？你面对你的助理的时候，是那么样的果敢坚决，那么样的断然处置。你遇到记者，我不像嘛，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其实这一次的事情哦，要回溯到，其实地方这次修法很贴心，连地方都修，对，连我们都修。我昨天在节目里面，因为昨天节目里面有台北市议员在，我就直接问了，包括在场的议员，你个人的态度跟你们议会未来要不要针对这件事情要去做表态。今天将军是这间场上委员，来将军表态，你对这个看法，你觉得你们议会该不该针对？就意思就是说，感谢你们贴心，帮我们想到摆进去，你们需要吗？好贴心，请自己服用，不要管我们。这现在的很好啊。我要告诉大家，在桃园市没有升等为直辖市之前，县府时代，那时候县议会就是像陈玉珍修的这样 ，OK， 12万，所有的钱砰拨到议员的户里面，再由议员你知道拿去吃饭，拿去坐车，拿去干嘛？那没有这么嚣张，就是由议员来分呐。那这样产生了很多弊端嘛，就是有很多人就说，我请了这么多的助理，这12万对我来讲牙签一支啊，很小，可是一样很多人被办，你就没有分，你就没有把这些钱是国家请你来聘请助理，助理有分要写法案的，要写质询稿的，也有分要去服务地方的，那你就是要把你的助理请好请满，这些钱就要花他身上的。后来经过了调整，制度是越修越明，而不是越修越混乱。经过了这样之后，我们进入了市府时代。那时候市议员，你的这个24万，现在变32，才是分到每一个议员助理的户头里面。你连代理都不能代理，你连你的存折跟存款卡都不能放在老板这边呢，那就是犯法啊。那你现在干脆全部打乱，与其这么多人被抓干脆就直接进你口袋，爱怎么花随你便。拜托别害我们！我要告诉大家，青年世代，其实我问了议会很多，不管蓝绿我无党籍问了很多，不管蓝绿，他说别害我们。现在的制度很明确，虽然有人这个被法办，那守法的人不会被办嘛，你只有铤而走险，要把这个钱收回来，又做一些奇怪运用才会被办，所以所有清清白白的人。都反对，别搞死我。昨天在节目里面来宾有大概提出一个数据，全中华民国的地方议员有900多位，目前有触及到这个法令的大概20几位，不到3%，是不到3%。对，为了陈玉珍说300个，我告诉你，犯法不代表这个法律有问题，犯法代表你的这个操守不够好，所以你不能说因为有人犯法我就修嘛，那我直接举例嘛。我以前带兵的，我以前带阿兵哥的，我当一个装甲旅，我们3000人呢，3000人的那个伙食费全部入我的户头，对不对？入我户头，这我是旅长，我决定嘛，我再来分，吃汉堡，吃馄饨，吃面条，这个单位表现太差，吃泡面，是这样吗？没有，一切要法制化。一个兵一天多少主食费，一天多少副食费，直接入他的账，我们连钱都碰不到。OK， 这才是把制度修得越来越明白。现在国民党的蓝营的议员或是立委他不是意见不同，是针对你立法这个方向他完全反对，是背道而驰。一个政党要越来越清廉嘛，而不是越来越浑浊。你现在是在走倒车，你是在往回走，那当然会被骂。好，那刚才那个白银的刘世斌委员，虽然媒体上有报道，他是不是有叫助理不要签或者什么，他刚才有出来解释这些。不是单纯针对白银，刚才易中伟有讲说，那个工会的副理事长说，蓝银、绿银、白银都有。我刚刚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个民进党44个委员办公室有签？如果蓝绿白都有，那民进党其实整体的态度看来是这样的话，到底是哪一位委员会叫助理不要签？我非常好奇，这也应该要让大家知道一下，不要单独针对哪一个阵营，因为这是制度上的一个问题。你否跑了这么久的，包括你看国会看所有这些，现在看到已经走到这一地步。本来工会助理去找韩国瑜院长，那刚刚任俊讲，因为也许他是因为院长，然后中立，他也不能讲太明白，他两边都要顾及到这些。但是当整个社会氛围已经讨论成这样的时候，国民党难道不知道这个议案一路往下走会是什么样子吗？郑丽文不知道一路往下会是什么样子吗？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啊！我觉得这种，我们跑国会这种一步一步的修到对，
过去那个助理有多惨啊？那个钱给立委这样乱用，你知道吗？所以说你好进一步的这样子保障这个助理的这个权益，这是对的，才是进步的啊！你现在走回头路啊，傅昆萁，你不晓得在讲什么？你不要说我们了，这件事情已经吵到我今天坐计程车。那个计程车司机已经跟我讲说，立委都在贪污，就是这件事情。你看看，你看看元之跟群飞2个人多无辜。对，我说啊，立委怎么贪污？你就是那个除罪化那个啊。讲到计程车司机都知道这个是立委在贪污。而且刚敏凤讲一个重点，因为对他们的直觉的想法就是玲珑赶快，你们都要这个样的感觉。对，所以说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你好不容易把走到这样一个进步的东西，对每个助理都那个薪水都有一个这个规矩在运作，那你现在又把它打昏了，然后你就可以立委掌握整个一个助理费随便你用，你又大尾了什么东西的，你要发多少钱就发多少钱，哪有这回事啊？以为助理这么好当，以为立委这么好当吗？所以说这个工会就发了声明是很强硬啊，然后就说。哎呀，你们各位啊，我都很尊敬你们啊。可是这个助理费的事情呢，都是破坏民主制度啦。然后呢，他们表达对草案的这个强烈的反对跟这个相关的提议，所以他们有这个进行这个工会嘛，就是立院国会的助理工会用签，立委的助理工会其实是有时候也蛮没事的，但是他这次的态度是很强硬。那我觉得就是你韩国瑜先生。那你这就是讲了一大串，有人在上面讲说，什么听君一席话，果然是一席话，就是废话连篇的。那你就讲说我们要尊重这个，然后在提案权也要尊重，助理的权益也要尊重，对，然后呢也要在一个正常的程序下面讨论法案。那你不是没讲吗？你没讲说废话吗？那你到底赞成不赞成嘛？就像你刚才问叶元之好像在写论文，甲说乙说丙说这样子嘛，好，那你其实你就要表个态，你就要维护整个立法院的尊严跟这个整个体制嘛。你这样怎么在选总统啊？拜托你好不好？根本没有一个是非好不好？那你整个做立法院已经做了快1-2年的立法院院长了。整个国会的助理这种制度，你要回答以前，你要不要看一下严格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会演变到今天这种方式在提案的？那你不能说你都完全就是国民党的立法院长，你就完全是遵照国民党的这个，你还是要有点立法院长的尊严，好不好？对于怎样制度应该往怎么样走下去，这才是一个你立法院长要维持的东西。最重要的是民间怎么看你国民党。我跟你讲，统独的东西已经是乱成一锅粥了。你现在我跟你讲，统独的东西大家还是可以各说各话。贪污的事情是没有人会接受的。你们既然国民党可以大胆到走这一步棋，我就觉得很奇怪。的事情是没有人会接受的。你们既然国民党可以大胆到走这一步棋，我就觉得很奇怪。以前那个我们都在骂那个立委自肥什么的，结果那个有一位那个蔡正元，他就狠下心来删了什么9A 的什么东西。如今还蛮佩服蔡正元，他有这种尬死被骂之后就整个去删掉立委很多的福利啊。那我觉得说，你今天过去也同样都是国民党的立法委员，这样有魄力删除自己的这个福利，然后就是为了要一个大家外界一个公平的看法嘛。你们今天竟然可以厚着脸皮，然后有一个陈玉珍来主导，然后没有还傅昆萁，我说实在的啦，我没有歧视任何地方，但是在金门那个地方，也许这个事情根本不重要，因为他们觉得说这个很少管立法院的制度，在花莲恐怕也不重要。但是你们会叫这些都会的，或是整个这个台湾西部或是南边的这个立委会很难做，因为这个大家不是听不懂，大家都听得懂。计程车就告诉我，立法院立委为什么可以这样贪污了？我没有讲，是那个立委自己，是那个司机自己讲起来的。所以我觉得你们国民党自己好好真的回去想一想，你们确定要这样做吗？那2022不用选啊，直接投降就好了。OK。来，公民老师，来，请问一下，这件事情大家讨论成这样，是因为他整个案子让大家质疑2点。第一个，
往前回溯，会不会有因为犯了罪的人，接下来就变成没有犯罪了？对，接下来就是刚才大家讲的，所有的钱进了立委账户里以后，这整个制度上这样。对，古话就说“儿爱其羊，我爱其礼”。对，我们今天不是单纯在讨论立委费用要不要进谁的户头，它是整个制度上，对，中华民国最高立法机构的一个制度上的问题。OK， 那刚刚讲到傅昆萁没有在这边联署里头啊。对。那媒体有一篇报道是说陈玉珍是背锅侠，对，其实并不是陈玉珍自己要讲，是这样的感觉吗？对，这件事情非常诡异。其实我今天有去问，因为我很多朋友是国卫助理，那都问他们说你们那边到底联署的怎么样？他说他们群组都有在有传新闻呐，但是没有人特别回应，因为现在是一个很尴尬的时间。为什么？每一年的12月就是立委决定要不要续聘，对续聘的勾选的是时间，所以我觉得要选在这个时间，用这个法案这个时间，所以很多议员的对很多委员的助理其实是有压力，其实都没有讲，委员也没有跟他们施压，就委员也没有说，你们不可以签什么龙博购，但是助理们也不方便去联署。你看现在才250多个嘛，那其实国卫助理加起来快1000个啊，为什么？因为很多委员助理其实是担心这件事，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不分各党派，就大家目前是这样。然后第二个我听到一个声音是说，这些委员助理跟我讲，就是说如果真的这案子如果过的话，他们是打算就是打包了啦，因为他们留不住了。因为这些我认识的都是所谓的专业的法案助理，就是那种是学以致用的，他们就是相关科系出来的，然后都是法政这种专业科系，所以他们是真正领那种就是我们讲做法案的助理。但他们知道，如果这个法案真的通过的话，大概未来的立委啊，有可能很多的立委就不需要这些法案助理。引光排量因为已经进到我的口袋嘛，那我要怎么聘？我可以聘很多所谓的便当助理、人头助理、工读生助理，反正就是。而且这些便当、人头、工读生助理，他们来做我的目的，可能也不是真的为了什么法案，他们有他们别的诉求。所以对于这些可能一个月薪水可能要5、6万的这些所谓的公费助理、资深的这些公费助理，光华白天他们也知道，大概委员也不要他们，所以他们说他们真的可能要打包，这是一个。但因为目前他们也不敢表态，因为他们怕就是这个时间点非常微妙、非常敏感，这是一个。所以我今天问他们，就说大家都保持沉默，没有特别去讲，好，这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件事情，你说陈玉珍当然是所谓的万恶之首，现在所有的箭头都指向他当然他也没差。可是我觉得这件事情事有蹊跷，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连那个工会的副理事长都说，其实施压撤迁的，就是他们助理如果是撤迁的施压的，至少有6位，而且是不分蓝绿白，而且目前还听到就是说，从各种现在目前被点出来的。如果是因人设事的话，有2个，国民党跟民众党都有人点到。国民党点到就是严宽和，就是可能李乾隆在常委里面是不是要帮严宽和，因为严宽有涉入助理费，1审、2审都被判7年多，是不是要帮他解套这一个？另外，我还有听到一个传言，就是说有金主是希望帮民众党的高虹安解套，因为大家知道高虹安的2审其实差不多应该下礼拜就要宣判，那高虹安因为高虹安如果2审被判有罪的话，据说他大概也没有办法去。他自己跟他的朋友说，他如果2审被判有罪的话，他就不拼新竹市长，他就要去拼他的无罪判决。所以有金主是说，是不是如果这个案子可以过的话，那高虹安直接顺势解套，那他就无敌了啊，他就可以顺势去选新竹市长。这个市长很大哦，就是说这个比例为还大哦。所以也有一种说法是说，也是为高虹安，这是一种，就是说到底是不是因人设置？但目前我们后面也没有人去讲，大概在那边瞧，水很深。我刚刚讲，所以这件事情，然后再加上我刚刚讲蓝绿白都有立委去施压他的助理撤迁，其实这是人性，就是说，假设我是立委，我们持平的讲，就是说。很多立委他也是或是民意代表是一样担心说，会不会哪天变成我成为阶下囚？就是说，我自己也涉及到，因为助理费这种东西是这样，有时候你稍微一个挪用，你只要没有完全按照他的规定的话，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地方县市长联谊会之前一直跟立委拜托说，是不是可以松绑？那我听到现在都大部分民意代表是说，适度的公款公用的情况下，松绑一点点，他们可以理解，因为不能很容易入人于罪。可是你陈玉珍这个法案是完全就是全部都水就全开了啊！那全开的话，我跟你讲，以后就真的就天下大乱，而且会进来很多莫名其妙的助理。所以，就陈玉珍这个冲过头的结果，就变成是让大家觉得，陈玉珍你是不是在演啊？是不是陈玉珍你根本也没有这个心想要干这件事？不是，现在李乾隆到底什么角色？对，就是说大家在背后这些淫污者，媒体上面报，敏凤你先讲，媒体报道李乾隆在这里面扮演什么？对啊，就是他是国民党秘书长。对，说李乾隆请大家吃饭，然后要求3个法案，这个就是太离谱了。然后说郑丽文到底知不知情？
你一个主席不知情的情况之下，你可以让李乾龙去推动，因为李乾龙他出身地方，他在这个宴会上面讲了3个法案，都是有关地方民意代表，譬如说周点论的什么，还有一个也是，还有一个就是党产，对，也是党产的嘛。那你一个党中央的人，李乾龙你做过立委吗？我不记得你好像只是做过这个新北市的议员或是什么镇长或是市长之类的。然后你一个党中央的人可以去推动，去介入这种立法院，叫立法院去提这种案子。那我觉得这个你党中央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那李乾龙你到底要不要？郑丽文到底知不知情？现在正变成一个最大的谜题。郑丽文他说他不知情，其实搞不好他知情，但不敢认，因为郑丽文根本知道这个是乱搞的，好不好？但是他不敢回驳那个李乾龙的意见，因为他觉得他的地方不稳，他的这个地位不稳。但是如果你一个党由地方型的立委、地方型的副主席领导出来的政党，你就会搞这些有的没有的事情。那你未来你国民党还要搞什么事情？你真的很难想象。袁志可不可以请问一下，媒体报道是说李乾龙秘书长在一个餐宴上，人家的餐宴是在喜来登那次吗？在那次的餐宴有讲这3个媒体用密令，然后一个就是讲说助理费的事，然后包括周点论的事，然后包括党产的事。那餐会你在不在？后来我有去啊。那你有听到这个密令吗？因为我进去的时候，他们就刚好就在敬酒了啦。是不是在敬酒前讲的？我就不知道。而且传说那个东西是在那个餐会上面签的，我也没有看到有人在签啊。所以我也是看报道。你有被排挤吗？我有去吃啊，你有去吃，我有去吃吃的话都有了。可是元之再简短问一下，如果刚刚讲这个对国民党整体的影响性这些，你们是不是应该再认真回头去讨论？你刚刚讲说，因为其实还没定案嘛，你们要讨论嘛，对不对？那本来讲说就是说什么暂缓提案什么，后来是牛许云出来说，就是大家要再讨论，也没有什么暂缓提案，也没有什么不提案，但是要再讨论。你觉得你们未来方向会怎么样？我觉得这个案子很难再推了啦，因为内部就是意见真的非常多。因为礼拜一说不会撤，没有他不会撤也尊重啊，对啊。因为礼拜一早上的时候那个都同意耶。谁？傅昆萁啊，不是说进步吗？但是因为我们要推一个，如果是优先法案，如果个别委员法案都没有差啦。如果是优先法案的话，要党团大会，大家要表达意见啦。那因为党团大会前有一个党团干部大会嘛，党团干部会议礼拜一其实有开，牛许婷出来是在党团干部会议出来讲的。那党团干部会议里面就有些人在反对，所以他出来就讲说，很多人反对。但实际上党团干部会议不能代表党团大会，所以只能说是那个干部的声音啦，可是真正要做决定是要在那个党团大会，就礼拜五早上。那我觉得明天也很关键啦，因为明天是立法院正式要去讨论这个案子嘛。那当然明天的结果也会影响礼拜五的结果，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听大家的意见啊。当然，明天的结果也会影响礼拜五的结果，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就是听大家的意见啊。礼拜五我们刚刚敏凤姐讲的啊，易中讲的，我会帮你们转达你们的意见。奇怪，我是想你是做立委还是我们在做立委啊？你的意见是什么？你代表舆论呢？媒体舆论。可是任俊刚刚前面有提到，因为还有一个就是缓刑的法案，缓刑那个法案严重性是在什么地方？不，我先讲哦，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列为大家的共识？你28个都不撤迁嘛？国民党现在是52席立委，对啊，对不对？28个已经算过半了吧？如果那28个都觉得这个法案重要，你说他不推吗？我就不要玩文字游戏。我真的觉得我不是针对原之哦，我就讲，就国民党不要用。我刚才为什么讲郑丽文一下不知情，一下说他反对，但万子还是走。韩国瑜一边在那边跟你讲说，我尊重立委，我也注意到你的这个工作权啊，不，案子还是继续走。就这件事情，其实过往都是这样干嘛，多少次都是说我们不排，不排，到最后就排了，你能把它怎样？你刚刚讲刘淑彬，我觉得更有趣啊。刘淑彬讲这个叫做办公室有自己的管理风格，我特别觉得这句很奇怪。什么叫做管理风格？
高虹安也说那是他的风格啊，就是回捐嘛，回捐是他们管理的风格嘛，还是刘淑彬？我不知道你办公室是不是有这种状况，不然你干嘛特别要人家好好的去思考？是要思考什么啦？你才当立委多久？你再补上来多久？你办公室有什么这个历史共业要去扛吗？完全听不懂啊！所以那个支支吾吾，我也必须讲，陈玉珍不是我们认识的那个陈玉珍啊。陈玉珍上节目或遇到那个议题的时候，他的那个凶悍的样子啊，你什么时候看到那边支支吾吾？你今天看那个陈玉珍讲话也不顺嘛，回来提陈玉珍提回另外一个案子啊。我们当时在讲这个国会改革的时候啊，很多人就觉得说，哦，对啊，我们这个政治人物应该要有比较高的道德标准嘛。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那时候弄了一个选罢法的排黑条款啊，就是在你这个公职人员选罢法里面哦，你们这个几条里面哦，就给人家定了哦，定了说什么呢？哦，你如果涉犯什么黑金啊、枪毒啊这些都不得参选。同时在当时修法的时候也包含到10年啊，就是它有一个这个门槛嘛哦。就你如果今天是有这个重罪这些东西哦，也都不得参选。结果陈玉珍今天把这个东西呢，把它大幅度的修改到什么叫做缓刑不在此列啊？意思是你只要判缓刑的人哦，也一样可以参选。大律师一样在这边嘛？缓刑等于无罪吗？不是吧？缓刑基本上也是经过有罪的宣告。只是你执行方式里面，法官选择了一个，你可能2到5年的时间里面，你如果不再涉犯其他的东西，我可以免除其宣告的这个所谓的罪行。但是你有罪，是说你本来应该要关的啊，我现在可以不用关，就那一块可以避掉。我这样解释应该没有错吧？但是陈玉珍说，没有啊，那缓刑就拿掉啦。不是，那我就问嘛，那缓刑等于无罪吗？不是，那你当时定这个排黑条款在排什么东西啦？你们当时一直在那边跟人家讲说，哦，不行哦，这个都不能够参选哦，涉犯组织什么都不能哦。然后你如果是死刑、无期徒刑或10年以上有期徒刑，还没决定、尚未确定或承受免除职务的惩戒处分，都不能登记为候选人。你定的好像很硬，结果今天开了一个门跟你说，缓刑的也 OK。我就问一句，立法委员本身立法，你对法到底了不了解？请问你定义缓刑叫做无罪吗？那你要不要把所有的法全部改一改？就只要宣告缓刑，就代表通通都无罪。那如果你不是这样，陈玉珍今天的解释更有趣了。他说我又没有把那个黑金枪毒这个东西排除掉，他是无罪缓刑，为罪缓刑。对，那我就再问一句啊，那你们原来的选罢法里面，你们也没有针对这个有特别限制啊？因为按照他的讲说，黑金枪毒的部分没有影响哦。OK， 那当时的选罢法在排的时候，其实就这一块嘛。那请问，为什么特别你要把一个缓刑这件事情可以参选，特别把这次修法进去？结果现在有民进党立委就讲啊，对啊，他如果涉犯了其他东西，他又减刑又干嘛了？只要符合2年的哦，他可以有机会获得缓刑，那他永远避开了这一块哦。原来目的是这样，我就不用去纠结苏清泉呐啊，因为后来的焦点已经变成苏清泉不是什么缓刑，是缓起诉或什么，我觉得那没有意义。因为对很多人来讲，苏清泉的那个医院的那个大火的案子，他有没有重有疏失？我觉得那个留待司法跟社会大众去看。但你今天把这件事情，以前大张旗鼓在那边搞说这个不得参选怎么样？到了最后，今天跟人家讲说，缓刑通通都排除掉，我们没有要抹灭更生人。但如果你按照这样子的话，那更生人凭什么不得参选？他如果犯了那些东西，他也觉得他错了，他为什么不能参？你们一样剥夺人家的参选权。那为什么这时候你要没事在这个阶段里面特别把缓刑这件事情排除在外？现在看起来的话，除了刚才讲说立法院这几个法案在袁志刚讲，因为明天当然呢各自的朝野之间，看来这个法案会是一个关键点。更重要是在12月12号礼拜5的那个时候，包括助理是不是真的会到立法院有大规模的抗议，然后跟自己的老板抗议，然后这样说一切的情形。好，那到底会怎么样？另外还有一段。刚才在节目开场的时候，我就讲到，因为针对自由时报媒体报道，独家的报道说是不是有3张门票说了这些国民党那出来驳斥，然后讲子虚乌有、胡说八道，讲了很多这些。我在节目也问过国民党的来宾，就讲说针对这些有没有什么要做什么样一些行动？好，国民党的行动出来了，郑丽文主席呢已经请律师发函给媒体，在12月12号礼拜5以前下架这个报道。各位知道叫媒体下架一个报道，那是兹事体大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国内几大报之一的《自由时报》。OK， 那郑丽文看起来国民党已经是直接直球对决状。那未来
报社会是什么样一个回应？而这整件事情在国内来讲，大家的讨论对于2026、2008会有什么一些影响？来，元之，直接发的律师函在这，对不对？对，这个是那个郑丽文主席啦，委托叶庆元律师发的律师函。那第10点写得非常清楚，就是为了维护本党的名誉，然后希望这个律师事务所函告自由时报，要在12月12号以前撤下该上开文章及相关网页连结，然后否则本党会立即采取一切必要之法律行动。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本来就是应该要做啦，因为自由时报那个报道的都太荒谬了。那第一时间国民党只有出来否认，只有讲说这全部都是子虚乌有。但是我们这个社会是这样，每周这样哦。你骂子虚乌有，那你为什么不去告？你不会那好，那他去告了，好，至少他敢去告这个事情，代表说确实是我们不能接受。然后他实际上自由时报报的东西里面也是很多都逻辑都错误啦。例如说，它里面讲到一个东西是说，为了要促成政协会，然后这2位副主席啊到对岸去。然后对岸告诉副主席说，你去跟郑丽文、去跟国民党讲或郑丽文讲，一定要党军购，否则呢就没有政协会。所以那自由时报就讲说，党军购就是政协会的一个门票。但是2位副主席去对岸的时候，赖清德总统根本就还没有宣告这个1兆2500亿，这个时间根本就连不起来。然后另外有很多东西根本也没有必要啊。他说什么你要政协会的话，国民党就要宣誓什么要以统一为目标，这怎么可能？在国民党也不可能会做这个事啊。所以这3个门票说，这3个门票啦，就常理判断就是不可能的事情。那自由时报是故意就是要做一个恶意连结，他可能判断就是他们自己判断说可能会有政协会，有没有政协会我不确定哦，对，我不确定哦，对，他判断可能会有政协会，然后呢就去连结一些东西，然后最后呢如果有政协会，他就可以跳出来，你看吧，原来党军购就是为了政协会，你看吧，国民党。然后就来抹红我们，好像我们多想要政协会一样这我觉得这样子作为一个媒体这样真的是确实非常恶质，而且他又是匿名的消息来源，谁知道有没有消息来源？谁知道？然后消息来源有没有可能乱讲？还有消息来源是谁？是不是把自由时报当打手？我觉得这个背后都有很多可以讨论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国民党里面很多立委也有发现，很奇怪哦。以前朱立伦在当主席的时候，好像也没有被打成这样。那郑丽文忽然当主席，当然可能就是他在选举的时候有一些言论比较容易被操作。但是因为明年2026嘛，其实民进党有一个战略啦，对于2026的战略就是标语，什么投给叉叉叉等于投给郑丽文。那当然郑丽文不可以很好啊。如果投给叉叉叉等于投给郑丽文，那如果郑丽文很好的话，那不是在帮他拉票？所以就要开始妖魔化郑丽文，毁掉郑丽文，抹红郑丽文，把郑丽文讲得非常烂。那这样子这一招才会有效。所以现在我觉得接下来对郑丽文的攻击会越来越猛烈，而且一定都是从抹红的这招去。那或许这些人觉得南部可能会有效啦，因为我在北部是比较，我觉得还好啦，因为抗中保台牌打久一定有点腻了，但也许在某些地方是有用的，所以。到底是不是有一个回正计划？大家在密切观察之后，对郑丽文会不会越来越猛？这样，秦飞，你们有一个回正计划，这需要他们真的是把他们的主席看得太大太重要了。我们现在要怎么样把国家治好，然后让大家人民有信心，是我们的重点。我们不会想去毁正，因为正不用我们毁，自己就毁掉了。为什么？那个元之一直说，为什么现在有标语说哇支持谁就是支持郑丽文？为什么？是因为他的发言、他的说法太为亲中，根本就中国接在一起，然后现在又说要去中国访问，又说会有政协会。那你看嘛，元之也不敢讲说到底有没有政协会啊？他说你们就是这样，如果有政协会，你看，就是这个样子，要买门票。那如果没有政协会，就要打我们。你看，就是没有政协会，他自己也不敢说有没有政协会。为什么媒体会有这样的揣测跟怀疑？因为要见习近平那么简单吗？那你如果这一趟的访中没有见到习近平，那郑丽文你这一趟去干嘛？所以你当然就会有大家的这些揣测嘛。因为郑丽文你在选举的时候太过亲中了，那你当选之后，你是要去
让人家摸头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合理的怀疑，而且也担心。如果今天真的有3张门票，那请问，那你就是把台湾自己所有的一个关键都做小。那我们当然不能接受啊，媒体当然不能接受啊。我们只是在提醒你嘛，要小心哦，不要为了正习会哦，然后去出卖了你应该有的一些这个防线哦，这些你一定要做到哦。所以人家是用3张门票在提醒你哦，在请你要注意，否则你这么冲的人，你在选举的时候，连你们国民党内都在质疑你，那个共产党中共在协助你，在用所谓的这个中共的网军，然后再帮你们助选，连你们国民党的这个友好的党内人士也是这么说。那请问，是你们国民党先提出这个质疑啊，大家才会放大。那你现在又这么快就要去访问中国，当然媒体要做出这样的提醒。OK， 怎么样？那个自由时报他那个3张门票不是提醒啊，他是好像有在旁边听到那个我们副主席跟对岸讲话一样，他是具体指出来有这3张门票。那所以郑主席今天就说，哇，副主席跟对岸讲了什么？怎么你比我们还清楚？这瞎掰出来的东西嘛。那我刚刚讲那个党军共，其实现在也不是党军购啊，现在是还没有立案嘛。主要原因是因为大家还在讨论说赖总统如果要来国会报告的话，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嘛？统问统答还是什么？所以这都是恶意连结啦。这一招其实很多攻击国民党人都用过，好像上一次傅昆萁好像是去年的时候去跟王沪宁见面，然后回来之后，后来变成什么国会改革法案什么什么都是什么王沪宁叫傅昆萁去做的，就是把不同的事情把它连看。当然，我今天我跟黄英这种见面，等一下我们一起去上厕所，然后我等一下去吃排骨饭，就是他叫我去吃的吗？不一定嘛。可是他们就是会这样子连什么都这样乱连，没有证据这样乱连。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非常自由时报这篇是真的很恶意，目的就是抹红了。OK， 但明凤刚才讲有没有毁证行动？你笑成这个样，为什么？没有啊，怎么会有毁证行动？这就我就觉得好奇怪哦。自己毁了自己，然后还要什么毁？你为什么觉得他自己毁了自己？一开始什么要赖给民进党？对啊，没有他最近我看他的言论，他就是说他觉得他当了国民党主席，对啊，是对国民党是啊是很好的，所有的媒体焦点都在国民党啊。对，然后呢，他对那些德国之音的记者，就是还有很多驻日代表，驻各国的驻台代表，还有这个外媒的媒体记者，都一直排队要访问他。他说这些人呢，甚至于比民进党的记者还凶。然后我就是要一一迎战，一一面对。然后呢，国民党有我当主席是祖坟冒青烟的意思啊。然后有人说那不是冒青烟，那是后面有人在烧垃圾，所以一样有烟嘛。那所以说，你郑丽文作为一个这样的一个，然后他又开始这个超越人家的那个会面，就是说各国驻台代表，他说这个代表都很支持我们国民党的路线，反对台独，然后要这个所谓的要和平，然后就是支持国民党的统一的路线。你觉得驻台代表跟你会面会介入内政去讲说我们反对台独吗？所以这个大家就讲说你这是超意，你就把那个人家驻台代表，我跟你讲，驻台代表顶多也是礼貌性的跟你哈哈哈呵呵，然后了解你，然后你新当选主席，大家礼貌来这个拜访一下，然后尤其是那个驻日的代表，他说你看那个驻日代表一直求我去日本访问。然后你新当选主席，大家礼貌来这个拜访一下，然后尤其是那个驻日的代表，他说你看那个驻日代表一直求我去日本访问，然后因为我们国民党已经很多届主席都没有去日本了，他一直求我，我觉得郑主席真的是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明凤，媒体上有报道说，郑丽文主席的言行举止在2026会不会是他们最大的一个隐忧或深水炸弹？
会这样吗？对啊，现在大家不都在期待他转型吗？要修正。对，就是说，大家为什么一个党主席的路线会变成要转型，或是要这个修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嘛。就是比如说，你这个路线，你把所有的，比如说你正大的或者什么的这个主流民意弄成，我觉得我看过一篇文章，我觉得说你这样子啊，你走这个统一走那么快，然后呢，如果民进党继续也压这个毒的时候，台湾的民主政治会很完蛋的，因为中间选民会被迫要选边的。那你觉得中间选民会选哪一边？如果你真的要选统跟独的时候，你觉得中间选民大部分的人要选哪一边？一定不会选统的那一边？那你表示你国民党的整个基层或是整个东西都崩盘啊？我觉得你郑丽文现在的做法，你就是摊牌，你就在跟中间选民摊牌，说你要不要支持我统一？我觉得这种是一种非常愚蠢的一种做法。你本来国民党的主席就要选举嘛，台湾人的选举就是要走中间路线。然后不管说你心里有多少的小秘密，你都是要隐藏起来。整个大局都是那个嘛，然后等你卸任之后再发作啊，譬如说李登辉或是马英九这样子啊。可是你现在做一个现任党主席，你讲的，而且把那个各国跟你见过面的人都说是反对台独，那你就是在打民进党嘛。那各国驻台的代表他一定会觉得心里面很多 OS 啊，就说我干嘛？我又不用要介入你们内政问题，我只是去拜访你而已。你把我们讲的话讲成这个样子，以后我觉得也没有谁会敢去跟你见面了。最重要的是台湾社会的民意，中间选民这一块是很坚强的支柱，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支柱，它让台湾的政治可以和谐走下去。那如果你这样子修恨，就是跟中间选民修恨的时候，对你是有利还是不利？这个应该都很清楚啊。OK， 如果整个来看的话，现在看起来，我每一次只要国民党如果要做了什么，尤其意识形态这些东西，一定要请问将军，因为将军来自国民党。将军，对，现在看起来的话，刚才袁志也特别拿了国民党发的那封，对，这个声明，意思就是告诉你说，好，讲白一点。就是国民党发这个函，就告诉你说，告诉所有的老百姓，我很坦荡，就是没有这回事，所以我敢发函。甚或后面要不要再做什么动作，我都会愿意往下看，就是这样子。我该讲都讲喽，你再不听我的话，我就要告你了，就是这个意思嘛。对，那就直接告就好，那不用理他，就直接告嘛。其实，因为我离开国民党了，所以看蓝绿我看得比较清楚了。我看绿的或者是非蓝的，对郑丽文主席，我觉得是珍惜的不得了，他真的很担心他会早点下台，要留着，因为太好用了。我不觉得他们再要把他拉下台。你说没有毁政计划？没有，我觉得他们蛮珍惜他的，因为郑丽文会讲出很多别的主席不会讲的话。你想想看，一个主席在2026年选前3个月，突然间跟习近平或者王沪宁见了面，你看2026，国民党怎么选？哇，哪一个候选人，哪一个市长、县长敢让郑丽文同台啊？一定不敢嘛！大家回想一下，2018年，吴思怀将军只是到那个国民大会堂里面去听训，我在现场当主持人，那个候选人跟我说：“拜托，用尽诸般手段，不要让他来，就让他在车子里面就好了。用诸般手段呢，他哪里错了？他不是去当和平大使吗？对不对？他不是减少两岸的风险吗？他哪里错了？为什么当时2018年所有的选将叫他拜托不要上台？你想想看，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郑丽文主席要去见习近平，我认为绿的跟非蓝的都是希望快去，不是快去，3个月前去，明年11月28号选举嘛，对不对？9月去，刚刚好，哇塞，那国民党还不崩盘呢，所以郑丽文想不想去见习近平？想，我觉得他很想，他自己也说他想，但是习近平想不想见他？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不想，见你干嘛？你们执政了吗？对不对？国民党有这么大力量吗？你郑丽文有这么大力量吗？没错，国民党现在是国会最大党。你郑丽文主席，你能够驾驭得了国民党的党团吗？光是这个助理费，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哎。所以你认为习近平是傻瓜？他派了多少人在看台湾的政治？你一个郑丽文主席，对于一个国民党立法院目前国民党最有卖点就是立法院党团嘛，最大党嘛。你郑丽文对他有多少影响力？我告诉大家，完全没有。立法院谁说了算？傅昆萁说了算。
然后派系谁说了算？李乾隆说了算。那郑丽文是什么？对，就是个主席而已，派系叫不动，党团他也没有办法直接去指挥，因为党团是自主嘛，全部交给党团自主治理。那派系呢？派系交给李乾隆。那请问他呢？你就是个主席而已啊，你就负责呛外媒啊，你就负责呛外媒，呛外媒，那个国台办的发言人比你还会呛，对不对？国台办发言人比你什么舰啊，什么亮舰啊，什么舰啊，这些比你还会呛哎，不缺你一个啊，所以我才说，习近平愿不愿意见你，这才是重点。为什么？这什么三张门票还是3张车票？门票，连国台办都否认哎，各位，国台办都否认，子虚乌有，没有这回事。哇塞，这糗不糗啊？你是拼了命想要见习近平，所以国台办说没有车票，我根本没有卖。如果你买到那是黄牛票，我没有卖这个票。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习近平没有想见他，就是因为你的实力还不够。那为什么郑丽文会找这个吴宗宪吧？他请吴宗宪拜托了这个律师发了这一个函，为什么？因为蓝营内部炸锅，内部炸锅了，觉得动作不够大，不够漂亮，做得不够漂亮。你认为《自由时报》去批评郑丽文不正常吗？我不批评称赞才不正常吧？今天《联合报》《中国时报》称赞赖清德才怪吧？对不对？你今天看到《中国时报》那哇头版头条称赞赖清德做得好，德政啊，捍卫中华民国，那个主编可能要完蛋。那你用《自由时报》出来开始这个称赞郑丽文，称赞国民党太好了，这个一中各表果然是个好方法。这《自由时报》就不是《自由时报》。这三大报本来都有各自的立场嘛。所以《自由时报》批评郑丽文正常啊，为什么要告？你的支持者会看《自由时报》吗？你去深蓝的那个族群里面他家里会有《自由时报》，你在做梦啊！那个台独报丢掉，他才不会看。那这个事情为什么对郑丽文会有杀伤力？你就是因为你的做法，让这些深蓝的支持者去看《自由时报》了。你看他就这样骂你嘞，他就这样讲你嘞，而且最主要为什么去看？讲的没错，不能靠太近。和平是靠什么？中华民国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蓝统是要这个。什么时候郑丽文讲过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我只听过柯志恩讲，我们心里没有习近平。如果这句话从郑丽文的嘴巴讲出来，我告诉你，绿营才麻烦了。糟糕了，好不容易抓到了一个把，那个把断了。所以这是蓝营内部的攻击，郑丽文才会怕，因为郑丽文一直在讲说，我的行情很好，我来了，国民党就得救了。那各位想想看。他的直播的声量，他的那个一直往下掉，一直往下掉。那他的支持度在哪里？他的行情在哪里？基层不买单，立法委员他控制不住，蓝营的媒体也不护航，这是郑丽文的现况所以我讲嘛，如果现在郑丽文继续走这个方向走下去，他就会变成他只是主席，他也掌握不了派系，他也主导不了提名，他更没有办法主导立法院。那如果一个这三方面的，不管是基层派系、选举、立法院都主导不了的主席，各位，这主席习近平还要见他吗？所以我觉得未来习近平不是见不见郑丽文的问题，是郑丽文这个主席到底能主导中华民国、主导台湾，甚至说主导国民党到什么程度？如果你的主导的能力太低太小，你只剩下呛外媒，习近平不会见你。不过叶正老师，馆长，你说。最近有很多人说，包括他的言行举止跟以前真的是180度大转变了这些。然后你说要到中国做生意了 ，OK？ 中国大陆当然毕竟人口多嘛，这些。所以网络上我们讲，就是他自己直播的时候，小粉红只要讲说，只要他开麦直播，然后大家就秒杀，他就很开心。馆长真的是最近啊，他真的是14亿人口都帮他送暖。馆长，他对台湾政坛已经脆心。他最近宣布一个好消息，他除了前一阵子说他的那个事业体健身房有那个非常大的金主注资以外啊，他梦寐以求的那个抖音的商业号已经开通了。这个就是他其实这样，我跟大家报告，他有2个抖音，一个是他原本的抖音，就他之前不是去中国做很多直播吗？这个是抖音，但这个是私人的，这个不是那个商业账号，他可能不能从事一些商业的买卖。这个有300多万的粉丝。他最近总算申请到了这个
这个他叫做智慧馆长1号哦，这个是商业号，这个是可以从事带货的。他说月底开始就会直播，他说他也没有带过货，希望中国的这些网友帮他支持。小粉红都很开心哎，就是哇，馆长没问题啊，就是咱们自己人啊什么的，就是一定帮你就是带货啊，而且很快哦，短短的2天哦，2、3天粉丝已经46万，还在往上增加，所以就表示说他在这边真的是很开心。当然了，馆长还说。他说要民进党好好看看，他说他不是赚红钱，他就是生意人，他还要po影片让民进党好好看看他在中国的事业飞黄腾达。好，那这个我当然祝福，我觉得反正以武鸡汤谈，我也不是坏事。但重点是馆长啊，最近他就在一个直播里面，他也他自己直播，他就是觉得他2025年他过得很痛苦，他说这一年让他看破人心，他说就是他很惨，然后而且还被背刺，大家知道前一阵子他被他的几个兄弟背刺。他说重点在于什么？你干嘛？他说为什么他很惨？他说我为了挺你国民党、挺你民众党大罢免，你把其中聊了可以啊，挺了他自己的粉丝、他的那些会员都很多不爽，对不对？他讲一件事，在我最寥落的时候，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背刺的时候，他说民众党、国民党的这些政治人物连一通电话都没来。他说谁？他说第一时间关心他的是谁？谁？旺董，中天的蔡衍明旺董。他说他2019年那时候反红棉，他是把他骂到，就是能想到骂了多少年他都骂。就他说旺董是第一时间就关心他，然后他说这些蓝白的政治人物，那他自己也讲过，柯文哲你出来到现在，交保到现在也蛮把口给挖起来啊。然后他出事的时候，这些蓝白的政治人物一通电话都没打。所以馆长讲了一件事，他先讲2件事。他说第一个啦，他说等到他事业有成，他说他事业有成，中国事业有成，然后呢，他会进来全新。进入台湾的政坛，全力进政坛。他没有说选，他就说要进政坛，他就选什么我不知道，他就说他要进政坛。好的一个，他大概觉得说啊，与其靠你们这些政治人物，平常跟我巴蒂，我出事的时候都闪边呐，然后刚才好像把我当作是病瘟，那不如大哥我自己下来选。一个，第二个，他最近还号召一件事情，他号召大家上街头。民进党不是封那个抖音封小红书吗？馆长要讲啊，他小红书粉丝。注册就有300万人，他说300万人被封随便找10万人应该没问题吧？10万人，他要号召小红书的粉丝10万人上街头，踹了蛋，民进党踹了蛋，他就怕，我们也很怕，就是看他什么时候要上街头，就是加油，就希望，但是就是，所以其实我觉得馆长讲这些，他馆长其实蛮有趣的一个人，但是我觉得从他的这些言论里面，你就可以知道一件事情，真的是如人饮水啦，冷暖自知啦。就是说，在他最就是他，我平常讲，他过去大罢免，他为国民党、民众党，他也是拼的，真的是拼了。老实讲，我们平常讲，没有功劳也有苦劳。那他今天遇到这些，不管是司法上的状况或是什么的时候，更不用讲他的好兄弟黄国昌，你有没有出来帮他讲过2句？国昌说很多事情他不便评论，他不知道，逼得馆长还要po他跟黄国昌2个在那边玩摔跤的那个影片，po上去，重点是黄国昌还没去留言，所以我想馆长才可以看在心里。个人造业，个人担呐，还要讲别人。但是我觉得至少情义上来讲，他至少他也曾经为蓝白的政治人物，他也奉献。过去大罢免他站那么多台，现在真的他这样子有点辛苦的时候，弄不让帮你功能顾问。但是一中，你既然聊到黄昌主席，今天有一篇报道是说，黄昌紧抓新北议员的提名当嫁妆，地方上传黄昌想要卡副市长，是说如果国民党的当选以后，他要卡一个副市长吗？是这个意思吗？这篇报道还是 CT One， 就是我们旺董的那个周刊网报道的内幕哦。我觉得这个报道很有可读性。我觉得这个报道很有可读性，因为它是内幕消息。我跟大家分析一下，就是说他到底讲黄国昌为什么要得到这个新北市的？等一下，袁志你好好听一下，因为这是新北市，好不好？好，我们以后副市长，如果国民党有当选，会不会真的有这种局？来，黄国昌辛苦的跟柯文哲直播了1个半小时，他并没有从柯文哲嘴巴讲出那一个字，不能没有你。柯文哲没有 promise 他说，明年2月1号，国昌你那么重要，是不是继续担任我们的立委，然后留任？没有啊。柯文哲说未来还需要倚重他，就是教练啊，教练靠你去辅选。但是黄国昌自己未来可能官司会缠身啊，那他也没有那个立法院的保护伞，所以从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得出来，柯文哲其实就有点在监督黄国昌说，你搞未来靠自己。所以黄国昌也不是笨蛋，你把栽啦。
两个都狮子座都很懂啦。所以黄国昌现在为什么要打包这5大金钗，逼的甚至连那个三如我们之前讲那个选到84000票的李友仪都要脱党而离开嘛？因为他现在有一种说法是说，他要靠着。他现在不止5个金钗哦，甚至还有他们在联络，因为新北市总有我记得是8个那个议员的选区嘛，他们要扣十几个13个，他要抠出这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他未来可能会嫁妆，什么意思？你看不出来？这一届的新北市啊，原则的我讲错可以补充，64席的议员，那国民党其实只占了30席。但是正副议长都是国民党，所以国民党为什么可以拿到正副议长？其实是因为除了他们自己的30席以外，他们还靠民众党跟5党联盟帮忙。但是说未来如果黄国昌他的金钗们能选得不错的话，那他是不是就有一个好几席的议员？那未来在就是决定这个国民党未来正副议长，对，他是有影响力。那他有影响力以后，他的才能画把他，可能他有嫁妆嘛。那他要的是什么？反正已经把刘慧嘛补完嘛，反正他到时候跟李志端比一个民调，他输了，他就说退选或者辅选嘛。那我辅选有功，我还有金钗们这些议员，将来可以决定正副议长是哪一个党。对啊，当然他就是对，所以我要一个什么呢？我要一个副市长。我要跟你要副市长，你说副市长有什么了不起？哦，没有，很了不起。新北市有12个立委，其实12个立委，因为新北市全台湾最大，400万人口，幅员辽阔。你平常讲你要选新北市长，你光一个立委，你不要在那算哦，那边跑，其实很难的。川博为什么现在在新北市的民调高？因为他过去当过副县长，也当过副市长，所以他是有这个行政资源。所以黄国昌现在看到一件事，我哪提到新北市副市长这个位置啊？未来我就可以用这个行政资源，然后这边新北市400万人口拍照，然后因为川博年纪也大，就川博他好像这个可能就是我的意思说，川博不一定能做满8年，他可能做4年，他因为年纪也大，退休了。那这样子的话，按的话副市长直接就可以顺势去选这个新北市长嘛。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个位置对他来讲很划算。来，元之，新北有听说像这样的消息吗？我完全没有，我觉得那个地方自己大家在猜啦，否则黄国昌他绝对不可能有跟任何人讲这种东西啊。那地方怎么会传这种东西？国民党会接受？有人形容这叫基隆模式，就是国民党是正的，然后白银的人是负的，因为基隆是这个样子。所以刚才易中老师讲的那一段是而且我不是光杆司令一个哦，我有这么多的议员，如果在那边，包括可以在中间扮演关键，决定谁是正副议长，所有这些。让一席副市长不为过吧？国民党如果是国民党人选市长，然后是蓝白共推的话，我也赞成。但我觉得那个不会是黄国昌，我猜的啦，所以我不觉得地方传言是。我应该这样讲，我相信川博可能也不想要把那3个位置3个副市长给他一个，虽然3个其中一个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对黄国昌来讲，这就是我话把他给，不然我凭什么去跟他占那个位置？没有，他也不见得想要当副市长，但是我觉得那概念上面，因为。蓝白现在一直在说要2028要联合政府嘛，就是说我们其实我们两边的智库已经在对接了嘛，有定说一些政策要共推嘛，那在地方治理上面也是一样，对，所以县市也可以来做蓝白联合政府了。不过明凤，明天是柯文哲前主席金华城那个案子言辞辩论开始，所有这些，因为他一直在讲说他希望能够全程直播啦，所有这些，因为当时全程直播这一块没有被裁准嘛，那又要去抗告，整个这样子一路看，因为如果这个案子一路直播，不管他有没有直播，他所有在开庭那些过程，一定是备受瞩目，包括你说上次他跟黄鸿昌那个合体的那一段，就有这么多人，大家在关注这些，也就告诉大家，这个延迟辩论的开始，也就是柯文哲在未来整个政坛要大笔付出的。就从这时候开始了。对啊，早就预期说他12月中旬做差不多中旬会延迟辩论结束嘛，结束，然后他说什么会要直播怎样？法庭如果直播，那就是在演戏啊，那怎么可能啊？当然被驳掉嘛。那你延迟辩论，他说他有什么会强烈的反对，检方很多的证据怎样啊？我们就很期待，等着看你到底有什么把戏没有显出来嘛？但是问题是，这个结束之后，就等于是民众党的内乱就开始了。为什么？因为你刚才讲的那个蓝白合的方式，一直都是黄国昌的模式。所谓以基隆的模式为起点，然后就是我们蓝白共推一个首长，然后呢，我选完之后，我白的去你的市政府做副的，他不是只有新北啊，他是准备在全台湾都是这样推，然后除了
新竹市之外，因为他觉得新竹市会赢，所以所谓的所谓的这种模式就是黄国昌蓝白合的模式，但是这个模式已经被打枪了。陈志涵就说我们不会这样做。陈志涵呢？陈志涵就是奉了先皇不是先皇的太上皇就是还先皇了，又奉了太上皇的意旨出来说我们不喜欢这样做嘛，对不对？然后李世川应该也不会喜欢黄国昌啊，因为黄国昌对了，有点很好相处啦。所以黄国昌也知道他自己不好相处，他也知道川博不会喜欢他，好相处，所以他需要用这个打包金钗这个嫁妆来让川博说你非得挑我当一个副市长不可。但是川博是点务实的，他不会喜欢这种移花的人呐。那你强迫，因为我觉得那个基隆那个是谢国良跟本来那个邱佩本来就熟，这个用自然关系。那你勉强我插一个副市长在任何市政府都很奇怪，所以我觉得这种模式这个根本就没有办法行得通。而且我说实在，如果你蓝绿一激战的时候，你那个首长那个位置一定是归队的，白色的票根本就是大家都觉得投给谁就浪费嘛，一定是归蓝营的，所以这种谈法根本就没有筹码的谈法。你谁要给你做一个副市长给你，然后你可以那个地方不推人，然后怎样？我觉得你最实在还是做民调，而这个如果赢的话，譬如说宜兰，你可以选一个人这样子，这才是蓝白合的这个。所以现在我们明天之后呢，言辞辩论当然是一个重点。可是明天之后的这个柯文哲如何对付黄国昌，他的李友仪那一席会不会重新提名，或者他的提名政策要不要重新改？这都是看点啊。大家新闻都不用怕没有了。OK， 丁佩，你有没有看到？刚讲太上皇那天在直播的时候，他要到南部常驻，有很多人就在点兵点将，在点地方，觉得台南可能会是其中一个，因为他们现在好讲白一点啊，对民进党对赖清德的这种就恨得要命，然后台南又是赖清德这种本命区，所以有没有在想过说，柯文哲如果真的到台南去常驻，他的那番话，如果他真的去常驻，对于不管在南部整体的国内的选情会有什么影响吗？其实。我一直说，他们的目标在2028，2026是他们在试水温，所以呢，他们一定会合。我是依照我在地方这样跑，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这样的氛围，所以我一直在说，2026民进党会不好选。他们的目标在2028，2026是他们在试水温，所以呢，他们一定会合。我是依照我在地方这样跑，然后国民党跟民众党这样的氛围，所以我一直在说，2026民进党会不好选，就是因为国民党跟民众党，我认为现在大家纷纷扰扰。谈什么？这个县市首长的候选人，谈你到底要让我几席议员，我要让你几席议员，这个其实都是过程。那我也认为说，最后如果真的要蓝白合，黄国昌如果真的是要副市长，我觉得川博也要拿出来啊。如果真的要蓝白合的话，他们已经说了，他们两个就是宣誓嘛，黄国昌、郑丽文，哇，两个这样子开了一个会，然后对外就说他们会用党的力量，而且到时候会用党来做约束，这是他们好像最后的那一个默契嘛。那到底他们如果今天讲了这些话之后，你们光在新北，就合不起来了，那你们讲的这些话不就白搭了？所以我认为说，因为大家都知道黄国昌他现在只是不可能的嘛，那个依照民调已经不可能拿到所谓提名权，提名这个新北市的市长嘛，不可能嘛，蓝白合的状况之下不可能，所以3个副市长，这是多出来的 ，OK， 多出来的，所以。是不是会把这个多出来的给你黄国昌？我觉得是极有可能。那
现在柯文哲也喊出他可能要到南部常驻了嘛？那南部常驻是不是刚好跟曾丽文所说的？我要锁住你这个高雄，就是南二都高雄跟台南。所以我认为他们现在似乎就是到处放话，可是放话的这个氛围，是不是在凝聚未来国民党跟民众党去合的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我们民进党还是一定要团结啦。我就常讲嘛，台南在2022，这个黄伟哲当时候没有蓝白合，而且他跟谢龙介还是7-3哦，民调都7-3哦，最后只有赢4万多票。所以如果在蓝白合的状态之下，那民进党要怎么面对这2026的局势？这个确实是大家要值得要去考量。OK， 元智可不可以请问一下，陈水扁前总统，说要在那个媒体上面开节目，你们会怎么讲？我觉得有两个问题了哈。第一个问题是媒体的问题，因为那家那个就静电视嘛，他当初在申设执照的时候，他有个但书就是他不开政论节目，然后结果现在传出来说陈水扁要去那边开政论节目，这就已经违反他当初申设的目的了嘛。那所以前2天刚好 NCC 主委有来啦，所以有立委就有问啦，然后他的态度就很消极啊，他就说我们会去发函叫他们说明一下。但问题是这个事情传多久了？我老早就听说了，好不好？因为据说陈水扁都已经去那边试过棚了。那试棚之前1-2个礼拜之前还有拍过定妆照，这个业界早就传开了啦。NCC 你都没听过，你作为一个独立监管机关，连这个消息都没掌握，我都不知道他们在干嘛啦。那好了，然后立委问你的，还说那我们去叫他陈述一下。所以嘞，那到时候这家电视台如果讲说没有啦，那个不是政论节目啦，那是一个八卦节目，那你怎么处理嘛？对不对？这个他有很多规避的说法，所以 NCC 要有一个态度出来啦，否则人家跟你申设但书不遵守，好像你也无所谓。他本前总统难道不知道中间那时候有什么5部原则一大堆这些？那第二个他会很不担心。第二个问题就是那个他的阿扁的有没有触犯那个保外就医规定的问题嘛？因为当初他好像是104年的时候申请保外就医啊，那时候手会抖啊，1秒抖6下，很严重。然后那时候中间说好，那你保外就医出来，但是4不原则：不上台、不演讲、不谈政治、不接受媒体采访。他早就打破了啊！我记得有一次他不知道上台帮谁助讲，那时候还讲说管他3部、4部、5部、6部、7部、天龙8部，没有在管的。然后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哦。那现在好，那你平常你上了台，你消失也就罢了嘛，大家。反正现在很多新闻一下就忘记了，对不对？哇塞，现在还有广播节目啊，现在还可以说不能够接受媒体采访，然后没关系，那我不接受媒体采访，我采访别人，对不对？然后现在广播节目就算了，还做电视节目，这就太健康了啊！因为一般来讲，保外就医应该是指说很严重嘛，很严重，然后他就是不出来的话，身体会生命危险，对不对？然后所以。但是保外就医也不是说什么都不可以，它有一个规定啊，是说你如果是日常生活职业所需的话，你是可以做一些事情，但是不能够做跟治疗无关的东西。那我不知道说主持节目到底是跟治疗有关吗？还是怎么样？所以这个部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觉得赖清德总统现在需要他，有人是这样认为啦，因为赖总统现在民调比较低嘛，然后就是要巩固声率。那如果敢对陈水扁怎么样的话，势必会得罪声率。那如果中间选票跑掉，那声率也不满的话，那赖总统就连基本盘都会减少。所以是不是陈水扁就吃定这一点啊？觉得赖清德不敢对他怎么样啊？那没关系啊，反正他主持我会看的。如果但是我也会看赖总统的处理方式。对，那大家就要看那对整个政府来讲的话，要怎么样面对这样一些事。任俊，在地缘政治上，我们昨天讲到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中日之间那个火控雷达那件事情严重吧？是。那接下来呢？因为除了火控雷达那件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再来今天中俄轰炸机绕着日本飞，对日本来讲的话，现在是什么状况？这个看起来中国它除了经济的部分之外，在军事上面不断的也在收紧。特别是您刚刚提到这2天，其实各有一个状况哦。第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原先大家报说
它的这个辽宁号哦，出了宫古海峡之后呢，没有按照过往的这个既定路线，任俊，在地缘政治上，我们昨天讲到一件事情，其实大家都不知道，中日之间那个火控雷达那件事情严重吧？是。那接下来呢？因为除了火控雷达那件事情已经搞成这个样，再来今天中俄轰炸机绕着日本飞，对日本来讲的话，现在是什么状况？这个看起来中国它除了经济的部分之外，在军事上面不断的也在收紧。特别是您刚刚提到这2天其实都各有一个状况哦。第一个是他们的这个原先大家报说它的这个辽宁号出了宫古海峡之后呢，没有按照过往的这个既定路线，因为它过往的既定路线是经过宫古海峡之外，直接就往这个太平洋这边走。但是它这一次是很特别的往上绕上去，那你如果就这个图来看，就非常清楚看到它几乎是绕着日本的这个冲绳这个地方再往上走，而且如果按照它的船速的话大概在这个地方折返点，如果它在这个折返点往上走的话，大概2天左右的时间，以它的航速应该会抵达到东京湾。那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一次特别的就是说，包含到它在这个航母上面进行了100架次左右的飞机的起降。那个强度跟之前在做联合利剑2024B 的时候，基本上是它当时起降强度的70%左右。那所以也被认为就是说，你如果成平时期大概在5成上下，但你那么靠近日本，然后刻意的在这里做起降，又是史上第一次，会不会是要展示你的 muscle 给日本看？这是第一个哦。第二个，在照射雷达之后哦，因为其实老实讲，在空中要威吓有很多种方式啊，用雷达锁定你，那基本上就已经告诉你讲说你别跑了。要不然以前过往比较容易的，就是说比较多大家看得到，就是你飞嘛，我飞到你旁边嘛，机翼摇摆一下，给你看一下机腹，大家就知道那个意思哦。但是你这一次这个锁定完了之后，又引发了日本跟中国之间大家在言辞上的互相批评。结果呢，中国在这一次呢，告诉你说没有啊，好啊，如果今天要这样玩的话，来，上一次是辽宁号，这一次我们用干嘛？你知道吗？用这个所谓的这个 H6，就轰六哦，然后还有歼16哦，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它也是沿着这个所谓的日本的这个地方一样往上飞，而且你可以看得到基本上跟这个所谓的宫古跟这个辽宁号的这个航舰哦，采取的方向是一样的。那你看日本他自己公布说，日本的这个战机的这个起降，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刻意要去避开，就是说你中国的这一个啊，所以我觉得中国他试图透过一件事情，我在公海嘛，我做这些演练嘛，那我本来就合法可以做啊。像他现在讲法这样，他意思是说，你看你日本刻意逼近我嘛，我早就跟你说我要在这里演练啦，那你刻意来干扰我的演练，所以是你不对，好，但我觉得就是说，当国际上面了哦，因为你可以看到原先是从经济上面希望透过民间的方式对日本政府施压，但看起来没有得到效果。那中国在上一次有被报道的时候是跟谁一起联合，你知道吗？俄罗斯。他们派了10艘的船舰，然后出发完了之后绕了日本一圈，又要回去了。这一次中国在这一次的这个特别事件里面，而且你看日方他特别去发布说，你今天连飞机都来绕着我日本走，那未来会不会从这个外交的上面的这个言辞对抗再往上升高一级？我觉得就变成国际在关注。来，将军最后2分钟，请问一下，其实媒体上一直报道，日本在它的西南诸岛一直在打造所谓的导弹群岛。对。所以这些对未来整个包括从第一岛链到整个局势上来讲的话，会产生什么影响？其实大家可以看哦，其实第一岛链有几个薄弱处了，其中有一块就是冲绳群岛，这里面包含了冲绳、宫古、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算是比较薄弱处。那在这些地方呢，这次日本他们做了一些状况，在上面部署了反舰飞弹、雷达站，甚至弹药库，所以这表示什么？正在升级 ，OK， 让第一岛链从岛链变锁链。那么大家觉得这有什么代表呢？我要告诉大家，中国打算用这样，我刚陈俊讲，这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问题？军事没有道理，军事只有谁的拳头大。所以中国就告诉你，我的拳头大，我来了你能怎么样？但他这个动作造成了一个状况，让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本有事，台湾有事，本来是一个口号，变行动。OK， 现在变行动喽。现在整个这个岛链地区，就是从这个冲绳这整个岛链，
进行了40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部署，把里面的飞弹升级、战机升级、远程飞弹升级、快速的2栖部署的部队升级。那当然是大家会讲说，你看高市早苗哈，他好像又放软了，好像又放软了，所以有一段时间中国很高兴。可是我告诉大家，高市早苗他所讲的话，那叫做外交辞令。OK， 在外交上放软，那是一个外交辞令。但是呢，他在军事部署上有没有放软？没有放软他让他的军事部署力量越来越强，越来越大。所以台湾有事，日本有事，已经从口号变成计划，甚至要变成行动。速战速决是中国一直想要的，但是他最怕就是外力介入。现在日本告诉你，这不是我们讲的，也不是谁讲，是日本的一个退休的将领说的。他直接说，现在速战速决，中国你的噩梦来了。在外国会介入前夺台，我告诉你，日本在攻台初期一定会介入。所以这是不是让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从口号变行动？那这些状况就是日台或是台日的联防有谱了。第一岛链正在持续实质的被强化、被实体化，这个口号以后真的会变成行动。OK， 未来区域政治上面未来会是怎么样一个发展？那中日之间会趋缓还是会再趋紧张一些，都是大家观察的一个重点。对国内来讲的话，尤其一开始讲的助理费的这个案子，包括明天，尤其到了后天，会不会真的出现助理们去跟他们的老板，然后群起抗议？这所有场面到底未来发展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所以我们那边我们明天见，拜拜。